掏空家底挤欧美，老外反而向南飞。听说越来越多西方人正在逃离原居地，难道只是觉得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吗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现在老外都要用脚投票了吗？没有，只是税收高、压力大、教育僵化而已啦。等等，你确定不是在说那个伟大复兴的东方大国吗？欧美国家也会这样子？你以为的欧美，现在正是当地人逃离的困局。今天我们就来翻开真实现状，告诉你为什么西方人用脚投票，反而买进拉丁美洲。在进入正题之前，首先要确定的是，西方人也在认拉美这个消息是真的吗？这是正在发生的人口资产乾坤大挪移。自从疫情爆发、远距办公普及之后，这股西方人逆向移居潮就浮上了台面。很多华人还认为欧美是移民的终极目标，但现在是欧美人已经开始离开自己的国家。怪不得网络上看到的新闻说墨西哥城也出现了反美浪潮，街上甚至贴满了 Gringo Go Home 这个海报。可是美加生活水准那么高，为什么要跑去拉美跟当地人抢房子呢？来看看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，以前加拿大的退休族过冬首选是去美国佛罗里达州，现在呢改去墨西哥了，因为那一点点退休金在美加只能缩衣节食，但在墨西哥却能过上高品质的生活。退休人士去养老我懂，当然找个物价低、天气好的地方，但中青世代总该留在欧美拼事业赚钱吧？嘿嘿，他们才是润的急先锋。越来越多中青世代的人明确表示，短期内不会搬回原居地了。原因很简单，荒谬的房价，贵到离谱的物价。所以只要有一台电脑跟网络能做数位游牧，就干脆把居住地换到拉美咯。没错，这群带着美金、欧元的人空降拉美，直接引发了巨大的经济效应。他们的跨国购买力碾压了当地的租金跟物价，甚至把墨西哥城当地人挤出了市中心，这才引发了你刚才说的抗议浪潮。这股外国势力来势汹汹，看到很多人还在拼命去欧美，而当地人早就已经收拾好行李来到拉美常住了。除了高昂的物价跟房租之外，到底还有什么原因让他们头也不回买下拉美的单程机票呢？接下来就从最痛的税收开始说起。移民去欧洲或加拿大，虽然税缴得重，但有免费医疗、教育，还有退休金啊，所以很多人常说，缴税就是买一份终身保险啊。现在这群搬到拉美的西方人算得很清楚，目前的高福利制度其实是一个合法的庞氏骗局。太夸张了吧，人家可是先进国家的政府耶。暂且不提通膨能源问题，光是正常的辛勤工作1年，现在这群人就有一种为了交税而做的感觉。真的吗？算笔账来看看。就拿很多华人想去的西班牙来说吧，根据西班牙青年理事会2026年的最新报告，16至29岁的年轻人平均月薪大概是1220欧元，但你知道现在的月租金中位数是多少吗？高达1080欧元呢。等等，赚1200，房租1100，这不就等于上了1个月的班，连一个公寓都租不起了吗？没错，这导致超过80%有工作的西班牙年轻人必须跟父母继续同住，因为他们根本搬不出去独立生活。有个大家庭也挺好啊。那假设我拿着非营利签证或数位游牧签证移居到西班牙，做远距工作，赚美国或亚洲的钱，应该能活得很滋润吧？很多人以为赚外国的钱就没事，但实际上，欧洲大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全球征税。只要住满规定时间，成为了当地的税务居民，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赚的钱，政府都要抽税。实际会抽掉多少呢？我们来模拟现实情况，让大家比较好理解。假设每个月接案有2000欧元的收入，首先必须加入系统，注册成为自由工作者，每月雷打不动先交一笔社会安全金，大概是380欧元。听起来还好吧，当作缴健保买个平安啊。
接着全球收入还要征收个人所得税，扣除每年5550欧元的免税额之后，你这2000欧元的月收入大概还要再被抽掉20%左右的税。那前后加起来，就先被抽掉将近30%的钱，收这么重，应该有点福利回报给大家吧？对，福利，现在退休金要钱，难民补助要钱，还有无休止的外部援助也要钱。等你交满30年税之后，社会安全金还有没有钱呢？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是庞氏骗局的原因了。听起来怎么跟那个伟大复兴的东方大国有点相似呢？难怪大家都想用脚投票了。注意啊，只是相似，并非等同。在厉害国是不用交税的，也没有纳税人。而在欧洲，至少会给你一张明细清单，所以西方人就在还没有荣升当韭菜之前，就已经润去拉美了，是不是更厉害呢？所以跑到拉丁美洲真的能解决问题了吗？拉美也不是不用缴税吧？没错，拉美国家一样有税收，有些地方的消费税也不低，但大家并非要追求零税率，只是寻求一种相对优势跟财富支配权。以巴拉圭为例，最吸引人的就是属地税制。如果在当地开公司做本地生意，你要交税，但如果收入来自海外，那就是零税率。这对现在很流行的数位游牧超级有吸引力的。网络上赚多少，实拿就是多少，不用整天算免税额算到头疼。我听说在欧洲，有些人为了避税，甚至故意少接一点案子，有生意都拒绝啊。对，而在拉美不需要压抑赚钱的能力，就算不去巴拉圭，去哥伦比亚、厄瓜多、秘鲁也挺好，即便当地也有不少税收，但因为整体的生活成本非常低，加上对于外国收入会有税务减免的政策，资金购买力与存款率会被放大好几倍。的确，我在厄瓜多的生活，10美元在超市真的超级耐用。不过这是题外话了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头去翻翻我们的频道厄瓜多逛超市的影片。这群西方人如果月入2-3千美金，在马德里、巴黎都只是一个苦哈哈的打工仔，但只要他们把坐标切换到拉美，每个月花上1000，就能过上高品质的生活，还能存下一大半的钱去投资。这就是他们逃离西方的底层逻辑。真的是风水轮流转。以前大家拼命往欧洲挤，现在才知道原来那边快要连饭都吃不起了。人家不吃饭了，要吃都吃面包、吃意面吧。与其留在原地交税，不如把手上的牌打在税务跟生活成本更有优势的国家，直接把生活品质升级。这年头想听到这种大白话也不容易，值得请我们喝杯咖啡吧。还没订阅的朋友赶快按赞订阅吧，且看且珍惜。如果你是作为西方人，会怎么选择呢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，有任何错漏也请多多指教。我听说现在有些带小孩的西方家庭也在往拉美跑了，而华人父母都是把孩子送到欧美的教育体系。这两个现象一对比就很矛盾啦。为了小孩的教育，不是更应该留在欧美吗？这就是华人圈跟西方世界最大的资讯差。你眼中的那些名校，正是许多西方父母急着逃离的体制枷锁。欧美的教育不是讲求快乐、学习多元发展的吗？有什么不好吗？现在很多欧美父母看到了学校正在发生的变化，他们不认同学校把大量的政治正确内容强行塞进基础教育里面，他们希望孩子在正常的环境中成长。如果留在原居地，孩子的人生轨迹一眼就望到头了，基本上就是读书、找工作，然后被重税压垮。对呀，刚才也聊过税收有多重了，就不用重复了。一辈子就是这种读书、找工作、交税的生活方式，但这群搬到拉美的父母非常在乎孩子未来的发展空间与选择权，加上想给孩子学习多语言的机会，这成了他们移民的主要动机。为了这件事就移民，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呢？如果不满意学校，父母自己在家教也可以啊。
其实，在很多西方国家，在家自学基本上是违法行为。比如在德国，义务教育是强制性的，如果不把小孩送到政府认可的学校，不只面临罚款，甚至警察会上门，法院会剥夺父母监护权，把小孩强行带走。德国不愧是那个老大哥思想的发源地，这控制欲难怪把德国人都给吓跑了。其实都不用看欧美了，那些满世界啪啪走的强国人，就是最真实的样板。欧东他一直给我标英文，我是菜的。他为什么一直给我标英文？如果不想下一代被从小灌输单一价值观，36计走为上计，就是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保护。老外还是懂得逃生，但厉害国人就没那么懂了。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。还有一个有趣的消息要分享，也从侧面反映欧洲学校教育的问题。阿联酋当局表示，为防范本国学生在英国的大学可能受到极端化的影响，政府限制了对英国校院的奖学金发放，意思就是不鼓励大家前往英国留学咯。现在这个世界很多现象都开始反直觉了，所以无论是移民还是留学，都要先做好功课哦。那这个从欧美移居拉美的反向移民潮到底有多澎湃呢？看数据就知道，在巴拉圭的居留权申请名单里，德国人、西班牙人、荷兰人、俄罗斯人已经成为了非拉美籍的主力群体，大概有15%。再看哥伦比亚，这2年从欧洲和美国入境旅居常住的总人次创下了历史新高，直逼200万人呢。我在厄瓜多就看到这个现象，有很多欧美人士是先来旅居探探路，然后再考虑要申请哪个国家的居留权。他们基本上都会跑好几个国家，甚至把整个拉丁美洲逛一圈。没错，航空公司的数据也反映了这个趋势。从北美飞往南美的单程机票订单量在2025年就大幅增长了14%。这说明这些人不是去短期观光的，而是真的在搞数位游牧或者移居探路。说回拉美的教育，这边没有世界级的顶尖名校，也没几个学术大咖，教育品质能得到保障吗？拉美国家有非常多的优质的公立、私立以及国际学校，性价比极高了，父母可以自由选择孩子接受什么类型的教育。就算你想在家自学也可以，虽然有些国家的法律条文上理论上不允许，但实务上政府对于外国人的教育方式通常都是零干涉。这有点像他们的税务制度了，条文上可能写得很严格，但实务上对外国人的外国收入并没有严格执行，这也算是一种对外国人的选择性执法吧。毕竟外国人带来的经济贡献可是不少了。拉美国家非常欢迎这种自带干粮的移民人士，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。现在拉美的移民律师几乎都不需要花钱打广告，因为西方国家的政策就是他们最好的宣传，直接把那些优秀的有钱的人都吓跑了。呵呵，真的是高级黑呀！感觉这群西方人真的非常精明，而且很有行动力。他们早就跳出传统观念的限制。那聊到这里，你觉得我们华人朋友应该怎么看待这种反向移居的趋势呢？在下定论之前，其实要先看懂一个深层的逻辑。我们一直统称的西方人，其实欧洲人跟美国人认拉美的动机是截然不同的。除了我们刚才聊的税务跟教育，这两边有什么差别吗？欧洲人跟加拿大人跑来，通常是为了避税，加上对体制的反感，他们真的是在认啊。但美国人的经济动机比较少，因为美国各州的情况可以有很大区别。美国人如果单纯想避税或者换个环境，搬去德州或者佛州就可以了。所以美国人移居拉美更多是为了一种更多自由的生活方式。就像我认识的一个美国邻居，他搬来厄瓜多的理由超级简单，他说他只是想生活在一个正常人住的地方而已。没错，在这个世代，能过上正常的日子已经是一种特权了。今天分享这些，不是说拉美就是乌托邦，也不是要你明天就飞过去，
在拉美生活同样会有各种糟心事。但现在世界规则已经彻底改变。对于正在累积第一桶金，或者希望掌握生活主导权，甚至想保护下一代思想自由的人来说，不应该再把移民发达国家视为唯一的出路，而应该选择在对自己更有利的地方生活。现在拉丁美洲就提供了一个极具性价比的宜居选项。世界很大，出去看看，不要让陈旧的观念限制了自由人生的选项哦。有选项才像样。想了解更多拉丁美洲的资讯，继续来看看这支影片吧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朋友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啦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瞧瞧，拜拜。